亚人来到新加坡工作所担忧的事情有什么呢？第一个点呢，马来西亚人会担心来到新加坡工作过后啦，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 point 啊是压力。虽然说啊，新加坡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啦，可是，在 WHO 的数据曾经有显示过啦，新加坡啦得忧郁症的几率啊，其实是最高的。除了这一个之外是吗？当然，在报道上啊，我们都有看过啦，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压力的国家之一。compare起其他的国家，一个正常人工作的时间就是早上9点做工，晚上6点放工那种。可是因为可能一些要工作上的效率的关系，连老板可能有看你早放工啊，太过轻松的话，他就会给你工作做，他就会讲这个工作你今天就要带 settle 给我 ，do now 啊，马上这，然后然后可能是4、5点啊，要办公时间他才交给你的。那就突然间你就多一份工作，这个我最感同身受的这个要不然就是啊，在你要放工的时候是吧，他就跟你讲，这个东西我明天早上就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会导致你这个人会很压力啊，因为可能今天晚上你已经约好朋友啊，已经有 plan 要去哪里了，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工作的话，你就没办法要 cancel。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新加坡人家属的心态啦。加上啊，他们因为怕失败的这个原因啊，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啊，他们都想要先第一时间啊，他们要去选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第一时间是嘛，我去做这个东西是嘛，我就会比别人家快一步先啊，成功的几率也会比别人高，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马来西亚人进到去新加坡工作是嘛，会无形中产生一种压力感。第二点，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人会担心来新加坡工作，他们会怕失去陪家人的时间会比较多。为了赚多一点钱，人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啊，来到一个比较远的国家来生活，赚取生活费。然后不要说很像我们 JB 人那样子，非常靠近新加坡，过一条桥那样子，可以每天来回。如果你今天身为是一个比较远国家的人，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槟城啊、阿罗斯塔、怡保之类，或者甚至更远的国家，你们真的是不能够每天来回那种。然后每天只能可能晚上或者是休息的时间，透过电话才能看到家人的一面这样子，然后那种感觉不好受啊，我觉得。来回新加坡工作的 JB 的朋友们啊，5点多4点多早上清晨他们就已经出门了，甚至有一些啊3点多啊早上清晨他们就已经出门了。对，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去 avoid 那一个卡桑节嘛。长久下来呢，身体其实也是很难支撑的。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子太过操劳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经常在报道上啊有看到一些好像出意外啊，要不然就开摩托回家的时候是吗？太累了，颠摩托啊，还是操劳过度啊，猝死啊这样子的新闻啊，类似这样子啊。对，这个也算是大马人、马劳或者是来新加坡做工的人要懂得取舍的东西哦，因为毕竟你要在一个可以存钱存3倍的国家，所以自然而然就必须要比别人更花多3倍的时间、3倍的劳力，还有减少3倍的娱乐的时间来换取这些赚钱的机会了。再来这一点呢，很高的消费啊，也让马来西亚人啊也感受到一些压力。当你在新加坡生活的时候，虽然说呢1换3的这个兑换率啊，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很像我们这种刚刚 fresh graduate 刚刚毕业生啊进来新加坡工作啊，其实实际薪水啦才大概是在2500到3000左右这样子罢了。对，所以如果是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生，可能进来工作，可能就最多就是一个1500块，可能要做到 OT 才有去到2000到3000块这样子，更少。你其实啊用新币来在新加坡生活，你其实能够一个月存到500块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储蓄了啊。对，我觉得在这种现在很多物质消费的环境下生活的话，你很难去抵抗那种诱惑。对，所以这样意味着你就是在新加坡赚来的钱，你就会赚多少会花多少的感觉。对。所以你从整体上来讲算到来的话，你是无法在新加坡赚到的钱100%
我太带难回去马来西亚了。储蓄了。扣除了所有的房租啊、订的费用啊、transport 的费用啊，还有一些娱乐啊、吃饭啊，其实啦，到最后啊，其实我们的储蓄其实也剩不多罢了。现在我们是以一个低收入，然后在新加坡的开销，所以一定是开销是自然而然也会跟这边大的。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马来西亚人来到新加坡工作会担忧的事情，这个 point 我觉得就是会怕给人家看不起。因为少数的新加坡人，我没有讲全部啊，我没有讲全部新加坡人啊，少数的新加坡人可能他们对外国人或者是我们这些马劳会有一些偏见，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好像看不起我们的那种心态。有时候上网滑 Facebook 啊，还是等等之类的社交媒体，都会可以看得到一些影片，他们都会好像就骂那种马国人，我们这些还是外国人，回你的国家了，打来港崩啦，回你的国家为什么来新加坡？然后就有很多争吵、争执之类的。有些时候啦，当你觉得你自己不是新加坡人的时候，是吗？你就会 feel 到好像来你低他们一等这样子，你会觉得新加坡人好像比你还atas多一点点这样子，因为人家就觉得，你来我国家做工人就是一个你做工的人啊，是不是？你是外劳这样子啊。当一个新加坡人啊知道你是马来西亚人过后，是吗？他们就会觉得啊，你就会可以看到那个刻板印象跟那个差别待遇在哪里啊。我们有距离啊，我们有一个 gap 这样子。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大马人跟新加坡人的薪酬的那个待遇啊。所以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所逼，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来新加坡工作的机会，就是宁愿回去自己的国家，过着比较好的生活、舒适的生活，这样子啊。虽然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还有一些习惯，我们是不能够拿来做对比的。所以刚才我们以上说的东西，纯属是我们对新加坡的一些看法的看点，不代表任何人啊。我们一定要先说明一下。其实老实说一句啊，要不是自己的国家的经济没有那么好的话，谁会想远离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生活，从零开始，对不对？我们马来西亚人还要过条桥，这样子，还要去塞车，我试过塞5个小时。不过当然在别人的国家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对，没有办法。我觉得压力是一定是有的。其实，人在他乡啦，你讲话可以几大声。讲做东西不好啦，老板叫做做不做咯，要我下咯。新加坡还算是公平啦，不会说有很多那种高低制度分到很差那种，所以在这边生活的话还是 OK 的。当然有时候啊，我马来西亚的国内心态呢，不能够跟新加坡的家属心态呢成正比的。一个要这样子，一个就 OK 啦。OK，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分享到这里啦。所以你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看点？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到新加坡工作，会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本身也有遇到这一些非常心里不顺的事情，你也可以在下面口面的区域里面跟我们一起讨论。OK， 所以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